一顿饭后，史蒂夫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叶晨，踏上了返回美国的归途。叶晨把周良运送回古玩街，便吩咐洪武在古玩街安插暗哨，时刻盯紧周良运的珍宝轩，以免有人找他麻烦。随后，叶晨便给海伦娜打电话，跟他确定前往北欧的时间。电话里，海伦娜告诉叶晨，根据 AI 团队的预估，整套模型将在明天上午正式进行全面的运行测试。由于整套模型都是从他们硅谷的模型中复制出来，所以运行测试不会耽误太长时间，大概2天时间就能够把细节全部梳理完毕，3天后就可以正式交付。作为甲方，海伦娜会在3天后亲自参加这个不对外的交付仪式，届时霍华德也将作为乙方代表秘密前往现场参加。海伦娜知道叶晨一定会亲自来一趟北欧，所以在汇报完具体时间安排之后，便忍不住在电话里问叶晨：“叶先生，您要亲自参加交付仪式吗？”叶晨笑道：“交付仪式我就不参加了，你跟霍华德对接就好。以后罗斯柴尔德两父子，我们各自对接一人，你来对接霍华德，我来对接史蒂夫。”说罢，叶晨又道：“不过霍华德的丹药，我会提前带过去，如果没其他安排，倒是也可以混到接收方的技术团队里，现场见证一下。”海伦娜忙问：“叶先生，您这边的技术团队什么时候到？”叶晨回答道：“我和一位朋友后天一早从金陵出发，同行的那位朋友身份特殊，入境的时候还需要你帮忙跟海关打个招呼。技术团队会从美国过去，我会跟他们在北欧会合。”海伦娜声音有些雀跃地说道：“好的，叶先生，我会提前安排好，届时提前在机场迎接叶先生。”叶晨笑道：“你现在身份敏感，就不要随便去机场这种地方了。你安排一辆皇室内部的车辆把我们从机场接走就行。”海伦娜恭敬说道：“好的，叶先生，一切遵照您的吩咐。林婉儿有养子孙之洞的帮助，出境是可以不留下任何记录的。要说叶晨以前还真没这个本事，现在也算是跟着林婉儿沾光了。海伦娜只要让北欧海关再把2人正常的入境环节免去，那2人这次去北欧就不会留下任何官方记录。除了不留下出入境的记录，叶晨这次去北欧还打算在北欧多待几天，因为 AI 模型一旦启动，就会开始从全世界的企业里分析出破氢汇的驻地。如果能很快出结果的话，自己很可能直接顺着 AI 分析的线索去追查，短时间内很可能回不来。所以对于家人那里，叶晨一方面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这次是要出国，另一方面也要给他们打个预防针，自己这次离开或许要挺长时间。好，所以为了让一切显得更加真实，叶晨吩咐洪武专门帮自己演一场戏。傍晚，叶晨一家人刚吃过晚饭，便都在客厅的沙发上坐着看电视。肖长坤自打回了书画协会工作之后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恢复了不少神采，笑容也逐渐回归。虽说丢了常务副会长的位子，但能回去，对肖长坤来说已经算是很满意的结果了。此时的肖长坤正在泡茶，电视上播放着新闻节目。在男主持人刚播报完一条新闻之后，旁边的女主持人便开口说道：“今日上午，我市领导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专项会议，积极为长鹰汽车在本市的超级工厂落地动工落实各项支持。电力、供水、供气、交通等部门负责人为长鹰汽车超级工厂1年内建成投产立下军令状。”肖长坤听得眉头紧锁，嘴里不满地嘟囔道：“又是长鹰汽车，怎么老报道个没完了？”一旁的马兰随口道：“电视上不是说了吗？这是咱们金陵建市以来单笔最大的投资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新闻肯定是要报道一段时间的。”肖长坤听了马兰的话，心里更是不爽，郁闷地说道：“我是真想不通，这个长鹰汽车背后的2个家族眼都瞎了吗？找谁干 CEO 不好，找贺远江，他一个破教授能管好这么一大摊子事儿？”马兰回过神来，连忙问他：“这个贺远江就是韩美琴的老公吧？”“对。”肖长坤更烦闷了，气恼地说道：“咱也不知道这有钱人都是怎么想的，
还把他两口子都给请到公司去了。人家大公司内部为了避免利益牵扯，不是连恋爱都不让谈吗？怎么还能让两口子在一家公司上班呢？我看他们这么不专业，这事肯定就成不了。正说着，电视里又换成了男播音员播报下一条新闻。只听他不紧不慢地说道：记者今日获悉，长鹰汽车与金陵各大高校的科研及教育合作已经启动。今日，长鹰汽车 CEO 与金陵大学签订了人才培养及专项技术科研探索合作协议。第一阶段，长鹰汽车将投资3000万美元，与金陵大学共同建设一座碳化硅电机实验室。请看前往记者今天下午从金陵大学发回的报道。随着主持人话音一落，画面立刻切换到了金陵大学内部的会议室里。会议室的主席台上，贺远江坐在中间 C 位，紧挨着他的便是金陵大学的校长肖长坤。一见电视里贺远江意气风发的样子，便从心里抵触，于是便干脆拿起遥控器把电视关上，端起自己泡茶的紫砂壶，张罗道：这电视越看越没意思，来来来，喝茶喝茶。说着便在面前倒了4杯茶汤。这时门铃忽然响了起来，肖长坤端起其中一杯茶喝了一口，随后站起身来对另外3人说道：你们先喝着，我去看看是谁。说罢，他便赶紧迈步离开客厅。最近肖长坤虽然心情整体还算不错，但前提是不能看任何与贺远江有关的新闻。在他的潜意识里，自己就是贺远江的手下败将，而且是惨败于他的手中。现在自己连书画协会常务副会长的位子都没了，人家却摇身一变成了长鹰汽车的 CEO， 这等于自己爬小土坡还没到顶，不小心摔落到了半山腰，而贺远江凭的一声雷就直接站在了珠穆朗玛峰的峰顶，这差距简直是云泥之别。郁闷的肖长坤来到大门口时，嘴里还不禁暗骂：狗日的，等你把长鹰汽车折腾破产的那天，看我怎么笑话你！我他妈买100挂鞭炮去长鹰汽车门口放。说着，他来到大门处，看了一眼监视器，惊讶地发现站在自家门口的竟然是洪武。受宠若惊的他赶紧打开房门，走到院子外面，迫不及待将铁门打开，看着门外的洪武，谄媚地说道：哎呀，五爷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您要到家里来，怎么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啊？我也好在家里准备准备，别怠慢了您。洪武笑了笑，小心地问：肖先生，叶大师在家吗？我找他有点事儿。在家在家，肖长坤笑着说道，我们家刚吃完晚饭，叶晨这会儿正喝茶呢，快进来吧。说罢，他便将洪武请了进来。洪武进到家里，肖长坤快走2步在前，激动地对家人说道：五爷来了，快快欢迎。叶晨自然知道洪武来的意图本身就是他安排的，不过肖初然和马兰都有些诧异，不知道洪武来自己家是要做什么。不过马兰可是知道洪武在金陵的含金量，于是赶紧站起身来，谄媚地笑道：哎呀，是五爷啊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洪武对他点头示意，客气道：马女士好。说完又看向叶晨和肖初然，很是礼貌地说道：叶大师好，叶夫人好。肖初然微笑点头示意，叶晨则故作好奇地问他：洪先生登门不知道有什么事？洪武忙道：叶大师，我这次来是想请您帮个10万火急的大忙，您可千万要答应啊。肖长坤一听这话，知道洪武有求于叶晨，鉴于自己这次能回书画协会全靠叶晨找洪武帮忙，而以后自己也得靠洪武罩着，于是他便赶紧对叶晨说道：好女婿，五爷平时可没少帮咱家的忙，你这次可千万不能拒绝五爷啊。叶晨便道：那也要洪先生先说一下是什么事，在不在我的能力范围内。洪武赶紧说道：是这样的，叶先生，我一个老大哥在西北边疆开发了一座煤矿，投资了10几个亿啊，刚刚开始有产出，结果没想到那矿也不知道怎么的，3天2头出事儿，今天是夯到透水，明天是迎头塌方，甚至还出过瓦斯泄漏的事故，幸亏发现及时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说到这，
洪武看向叶晨，道：叶大师，我那个老大哥怀疑，很可能是矿上的风水出了些问题，关系重大，所以托我请一位风水大师给看看。我一想，我身边最懂风水的就是您了，所以就赶紧来找您帮忙。萧初然一听这话，下意识地说道：太危险了吧，一天到晚出事故，老公，咱还是别去趟这趟浑水了，太危险。叶晨赶忙道：这倒无所谓的，老婆你不用担心，我给矿山看风水，看的是大局，不需要到矿山下面。洪武也附和道：是啊，叶夫人，我那老大哥的矿呀，在群山峻岭中间，我寻思可能就是这个寻龙点穴的大风水没搞好，看看叶大师能不能给破一下。叶晨咂嘴道：要真是大风水没搞好，这动起来可就麻烦了，是个大活啊。洪武立刻说道：叶大师您放心，我的老大哥说了，这活您要是干好了，给您1000万。一旁的马兰脱口道：给多少？洪武重复道：给1000万。说完，洪武又道：不过这钱也不好挣，老大哥那个西北山区条件恶劣，有时候连个信号都没有，这一去可能至少也得10天半月，很辛苦的。马兰下意识道：给1000万，别说去西北山区待10天半月，去非洲原始部落待10天半月也值啊。